不排除，真的不排除。这个国军不能一日无战备，这是我一直在强调。我们做了这么久的军人哈，国军不能一日无战备。大众的民众看到说哦，军机第一天来，大家很害怕，连续来个100天。然后天天来越来越多，大家觉得没事嘛，这是标准没事嘛，那他们的例行的训练，别管他们。国军绝对不会这样，国军任何一件事情都不会视为常态，都叫变态。只要是共军的飞机接近，都叫变态。为什么我们要设定 ADIZ 这个防空识别区？防空识别区划到很远，划到福建，划到浙江，为什么划到这么远这么深？就是这段区域里面的共机，尤其是军机，你只要活动，所有的雷达手、所有的观测手、所有的情报侦察手全面监控。因为他要知道啊，飞机的速度多快啊，他一个左旋一个右旋就来了，而且尤其是这一段时间，他不但是在 ADIZ 线里面来活动，他还挑衅了台海中线。那你说像西南海域或者是东北角，那都问题都不大，因为他要去宫古岛啊，或者要去看这个巴士海峡，因为底下可能有潜舰嘛，可能有一些潜舰的活动，他要抓美军的参数，这点我们都已经知道他的企图，所以我们不紧张也不担心，但是我们绝对是高度警戒。但是这一次9月5号。它是一口气14架战斗机那个是歼16那个是苏凯30那都算是他们不是这个落后的战机，算是他们这个主力的战机，在这个台海中线沿着中线向南飞，这就是挑衅，这就是挑衅。那这个时候国军的所有的防空雷达绝对是全力追踪，而且不是防空雷达而已，飞弹。防空飞弹全力的追踪，那但有一派说法哈，我们国内有一派的这个军事将领的说法，就是说，不应该开防空雷达，防空雷达一开，参数就被抓走了，这样不是很危险？可是我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，这个时候不用，什么时候用？请问防空雷达，请问防空飞弹是不是就是要因应万一这个共军的飞机、解放军的飞机一个旋转、一个侧翼就上来了？那如果你这个时候不开，还怕人家抓你的参数？那你什么时候开？等到敌机凌空吗？对不对？等到这个苏凯30，等到这个歼16，直接敌机凌空了，然后说赶快开，国军为什么不开？来不及啦，来不及了。所有的防空飞弹就叫做有备无患，你只要接近海峡中线，除了雷达之外，防空飞弹就开始追踪。那个什么叫追踪？就差按钮接战。所以很多人说，那空军绝对不敢按飞弹发射，绝对不敢。不是不敢，是没有到那个时机。我们在这个从今年的5月份开始，其实国防部就颁定了一个所谓的自卫交战权，可以打，没有说不能打。因为很多人说，你这个按钮一按呢，两岸就开始发生战争了。那你不按，它敌机凌空当解放军的这个苏凯30飞机，这个歼16飞到你圆山上空，飞到你松山上空，飞到桃园，飞到台南，飞到高雄，这还得了？这还得了？这就叫做防卫失败，你整个军事任务失败，所以这个时候不打开防空飞弹，什么时候打开？所以就是要告诉所有的解放军，你的飞机飞过来，我的防空飞弹的雷达打开锁定你，你一定知道所有的先进战机你被锁定了，他会哔哔叫的，他会知道我被锁定了，所以说他会有心理压力。如果你飞到了海峡中线，你连锁定都不锁定他，他会怎么想？这国军都是酒囊饭袋。他不敢对我们怎么样，所以我今天可以在海峡中线飞行，我明天就到海峡中线以东飞行。你再不管我，就贴着你沿海12海里的领海飞行；你再不管我，就直接进入你的12海里的领空。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？等到那个时候，国军你就真的是丧失了你整个保家卫国的责任了。所以我觉得参数的保密跟保家卫国孰重？我觉得参数的秘密跟国军的存在，纳税人花这么多钱。是让国军能够更强大，买新式装备，你要敢用啊！给了你尚方宝剑，给了你屠龙刀，给了你倚天剑，你全部放在口袋里不敢用。你说等到什么？等到必要的时候再用，等到被抢走了都还没用，不就像现在这个阿富汗政府一样吗？美军给了他多少黑鹰直升机？美军给了他阿帕契，美军给了他最先进的防空飞弹，美军给了他最新式的战车，不用啊，不用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用？没人叫我用啊！所有的阿富汗的这个国防军说，没有人下命令了，所以我不用啊。那不用，全部被塔利班拿走了。塔利班一进来，全面接收，他接收了最先进的美军战机，接受了最先进的美军的这个车辆、火炮都拿去了。为什么不用？所以我讲为什么不用啊？因为怕参数被拿走，怕参数被消失，被他拿去这个做研究，研究到最后整碗端去，人家不用研究了，直接接收。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说，这个我是主战派，我从来不主战，但是我是全力守护台湾派的。必要的时候，
该战就得战，而且国防部很勇敢了，他已经下达了自卫交战权了，就告诉你，为了台湾的安全，如果敌人真的侵入了我的领空，击落就是击落。那解放军也担心啊，解放军如果今天飞到了海峡中线之后，他悠游自在啊。你跟他喊说，你已经进入我们这个防空识别区，进入我们的领空啊，请你要如何如何。其实从来没有进入过领空。很多人认为说这段时间共军的军机业界是进入我们的领空，从来没有。我可以跟所有的朋友讲，共军这些日子来强力的在我们的海峡中线挑衅，从来没有一架次进入我们中华民国的领空，从来没有。如果进入，你就会发现今天晚上有大事发生了，就是击落共机一架，这绝对办得到。因为我们的飞弹不是装饰品啊，我们的防空飞弹不是好看的哈。纳税人缴了钱所让国军建立的防空备战，绝对不是好看的。只要任何一架共军、解放军的战机，或是侦察机，或是电侦机，进入我们12海里向上垂直的领空，它一定被击落。所以我知道，解放军也知道，解放军很清楚，否则他为什么不过来？解放军空军的战力非常强啊，他的飞机很先进啊，他为什么就不进入我们的领空？因为知道有国军在防守，所以很多人说啊，我们不要用这么多的这个国防军备，会拖累我们的国家的财政。我们不要让国军买这么多的这个战备的这个装备哈，会让美国骗钱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一日无战备，敌人就长驱直入；一日无防备，敌人就会践踏你的尊严。所以我说哈，再好的外交政策，再好的国际政策，一定要有一件事情，强而有力的国防来做支撑，这才有得谈判嘛。否则，如果连军人、连国军的将领都已经觉得不该打仗，连国军的将领都没有勇气去按那个发射钮，那个开始决战的钮，还有谁来按？叫总统按吗？对不对？总统是下给你整个作战指导。打不打，如何打，要不要打胜仗，是国军决定。所以我觉得，不管是对岸的朋友，还是我们国内的好朋友哈，切记一件事：你纳的税，你养的国军，你支持的国军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台海安全，我们会扛起来。是。